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一组的朋友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好运即将被你们显化出来，你们正在吸引什么样子的好消息以及人事物到你们的生命中呢？好，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哦，你们的能量是这个龙的能量，龙的魔法哦。那这一张牌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牌哦。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它是一个神圣跟吉祥的象征，它是一个最高最顶的一个尊严跟智慧的一个象征哦。在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披龙袍，只有皇室才可以使用一些龙的这些设计哦。所以这张牌啊，感觉到接下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会到达一个顶峰，你们的能量会到达一个巅峰哦，你们会取得某一种权威性跟专业性，你在别人的心中是重要的。第一个重要来自于别人很喜爱你，因为这个喜欢，因为这个喜爱，所以呢，你在别人心目中有了很尊贵、很崇高的地位，会好好的对待你，给你礼遇，给你很大的一个让步吧，就是以你为主，以你为尊这样子。那第二个，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顶峰啊，你们的这个权利啊，来自于你们本身哦，会拥有一个专业的技术，或者是说你们可能累积到一定的资产，以至于你们讲话有风，呼风唤雨，你们本身就是拥有很大的一个能力跟权利。然后这一张牌啊，除了这个威严，就是别人对你们看待你们，给你很多的尊敬、尊重跟礼遇之外啊，我还看到的是，龙它也是五福的一个象征，象征着富贵、吉祥、长寿、健康以及安全，所以你们有一点好像好运全包的感觉，而且一开牌它就是一个很高、很厉害的一个能量哦。那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本身是属于那种不是这么入世的，你们想要稍微出世一点的，就是你不想要跟人群那么近，你是可能有一点点就是不是那么喜欢社交的话，其实这里的龙啊，它也有一个龙腾四海、自由自在的意思，所以你们会得到属于你自己的自由自在。好，你们一开牌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哦，因为比较少抽到这种好像象征的皇权、象征的权力的一张牌。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牌哦，第二张牌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牌，它在讲什么？它直接这张牌就是跟财富稳稳的、妥妥的连在一起哦。这一张牌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不管你们是比较入世或比较出世，我看到其实你们心中都有对于财富有一个追寻的，你们希望把自己的财富提升到某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有些朋友其实你们是想要出世，就是你不想要跟很多人有接触，不喜欢上班，或者不喜欢去做一些无谓的社交，但是那个前提是你希望你不用去担忧你的财富的，你希望你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存款等等的。所以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哦，不管你们是那一种很喜欢工作，或是没有那么喜欢工作也好，这张牌其实就很直接的，它是一个在财富上的幸运，而且这个财富啊，包含的是你们心灵跟物质上的财富，它包含了你的身心灵的健康，以及实际上可以去享受的有品质的生活，它是一个不偏废的状况。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假设你们在走身心灵，在走修炼，或者是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常常觉得说，你做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办法赚大钱，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负担你想要买的房子，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让自己跟别人一样过上一个比较好、比较舒适的生活。这张牌其实告诉大家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你们同时拥有身心灵跟物质的一个能量。那如果你们是比较追求这个这种商业世界，或者是说世俗的这种成功的话，大家其实也不要担心说你们会去失衡，因为这张牌同时
确保了你们两方面的财富都可以得到。而且这边还有个讯息是，过去曾经关上的门会再次打开，就是过去曾经拒绝你的机会、拒绝你的人或拒绝你的一个什么学校申请什么的，它有机会再次被打开，而且还有其他新的源源不绝的机会会来到你们的生命中。看见你们接下来会为你的未来去建造一个很结实的一个基础，而且它是从你过去的累积再叠加上去，所以那个疆界是扩大的。以财富而言，它就是过去可能你们存下来的钱，再加上某一种扩大的流动的，然后再叠加上去的能量，就是那个资产是可以快速的去增值的。好，这一张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去专注，因为这张牌是一个显化你梦想的牌，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专注在你想要去达成的事情上。好，你要让你内在的智慧来引导你，你要让你内在的光来领导你。好，如果你们现在不清楚你到底要显化什么，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想，或者是说你去观察生命中每一天什么样子的事情最让你感动，或者说身边有什么样子的人，他的生活是你也想要去达成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找到了，你就把它写下来，或是做一个愿景版什么的。你们的内在真正的这个欲望很重要。你不要去欺骗自己。如果你想要的是很多钱，你就不用说没有，我只要还足够过生活的就好。如果你想要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一个伴侣，或者说他可以无条件爱你的伴侣，你就去说出来，你就去显化你想要的这个人。你们不要去退而求其次，就是说我只要有个伴他有稳定的工作，什么样就好。你们一定要把你最想要的、心中最顶的那个想法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欲望，它就会造成你内心的一个驱动力。你的驱动力，它会去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你去做什么，它就会去造就你的命运。所以你真的要去问你自己，你真心要的是什么？即使你会觉得怎么说呢？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去说出你自己真的要的，你害怕别人会说这个不可能，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样子太自私太贪婪。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害怕，你去显化。而且这个显化它是我看到你们确实是有步骤的在执行的。你的欲望会造成你每天脑袋的思想的这个运作，而你思想运作就像刚刚说的，它会让你每一天的每一个行为，或者是说每一个选择都去跟你的目标跟你的欲望更加的对齐。所以最后这个你们所想要显化的目标，它其实自然而然的就会成功，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那源头大家一定要做好，再加上配上这个行动力，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想要的东西指日可待，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包含了内在的财富跟实际上物质上的一个很棒的成就哦。你们下一张牌呢是这个瀑布中出现的彩虹，还有两只很漂亮的一只红色跟一只紫色的蝴蝶。这张牌是奇迹哦，你们的牌都很厉害。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在这个暴风雨之后出现的彩虹，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承诺跟希望。宇宙要告诉你，他承诺你接下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明亮。而且宇宙它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它要把一些好的流动流进到你的生命中。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你的时代，就是你的舞台即将要展开，就是即将要升起，你就是这个舞台中的主角。所以你们不要感到恐惧。如果你想要有什么样子的尝试，或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有什么样子的开端，大胆去做吧。你不需要去怀疑你自己哦，而且
这张牌有一个很厉害的能量是，其实你们先踏出了第一步，你们做了一些你们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们执行了一小部分之后呢，奇妙的这个造物主他会去帮助你，以各种很神奇、很意想不到的方式，就是不是你现在所能够预知的方式去推动、去实现你的这个愿望。所以呢，也许你过去觉得你想要达到你的目标是你必须100%独立要完成的，事实上这张牌告诉你说，这个你的生命是一个奇迹，所以宇宙要帮助你去完成这个梦想哦。很可能你出50%的力，然后宇宙会出另外50%的力，然后帮你去显化这个梦想。所以它并不是真的你要就是从1到100这样子慢慢的都是你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这张牌告诉你说，宇宙会有它的方式为你带来奇迹，为你带来彩虹。而且这个彩虹啊，它本身它聚集了光谱上所有的这个颜色，所有的这个元素，它也代表了说，其实你们的心啊，我看见你们的心将会慢慢被感动，慢慢被打开，你的心跟感觉能够去接受更多的爱，更多的人事物到你的生命中。我觉得你们的心被扩张了，而且你们不再会去以一个很限制性的想法去限制说什么东西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什么东西不会，或者说你可能只能跟什么样子的人来往，你没有办法达到某一个高度。这些限制性的想法，我看到这个彩虹这张牌，奇迹这张牌一出来，这个限制性的想法完完全全被打破了，你旧有的框架完全被打破了，你们会有很多创新的点子产生哦，不要去设限。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的生命中会发生各种小小的奇迹，从这些小小的奇迹开始哦，去庆祝它。也许一开始可能是发票中奖，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就是你要找停车位的时候突然就有停车位等等的，就是一开始会有这种小小的幸运发生。那接下来呢，这些小幸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就是大到一个让你不可思议的状态，但是你们必须要从最小的这个奇迹开始，就去观看它，就去拥抱它，就去感激它，就去相信它。那宇宙给你的东西其实真的是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接下来哦，你们连接到的这张牌是老鹰的这个灵魂哦，这边还有一只独角兽，好，有翅膀的独角兽。这张牌讲的是 freedom 这个自由哦，老鹰的灵魂，它其实邀请你去坐在它的背上，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更高的世界，更宽广的世界。当老鹰飞得很高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去穿透云层，它可以去飞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当这个高度到达了一定的位置、一定的水平之后，其实它去往下看哦，它是可以用一个俯瞰的角度来看世界。所以过去啊，它可能生活的这个森林就会变得很小很小，所以它看到东西是可以看得很宽阔、很远的。它有一个很清晰、很前瞻的视野。这张牌啊，有智慧也有自由的象征。他在说什么呢？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接下来你们会获得你们人生中的自主权、自由权跟选择权。你们完完全全的就是坐在你自己的车上，握有你人生的这个方向盘，急速的前进，去你想要去的地方。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们想要去哪里，它并不是被别人决定，被别人规定，也不是很无力、很莫可奈何的一个能量。这张牌啊，告诉大家哦，接下来我看到你们的能量是第一步，你会取回你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利益，或者是名誉、名声、财富等等，你们会去拿回来。好，你要去找到拿回属于你的这个主权。也许过去你们一直都是那一种在人群中不大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说你是被某一个环境压抑、压制，
莫可奈何的去从事一些其实你并不是这么想做的事情。那这一张牌一出现，它真的是一个很自由、很扩张的能量哦。好，你们不需要再被其他人的陷阱困住，或是你不再需要去被某一个传统、被其他人的期待所控制住。有些人，你们可能真的是被这个社会一些传统观念捆绑，以至于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可能觉得你对某一些人是有责任的。好，这张牌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组啊，第一组你们的能量其实是可以扩张到一个没有无穷尽，然后也没有界限的一个地方，端看你想要去飞得多高，飞得多远，看得多广，你们有权利自己去选择定义你的人生哦。虽然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当下这个处境没有改变，或者说当下我就是在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要跟我不是这么让我舒服的人相处。但是哦，首先你们的意识是自由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你要怎么样子去定义你现在的处境。你可以把自己想得很悲惨，但是你也可以去主动积极的赋予一些意义。比如说你知道你待在这边是有期限的，你学完什么东西之后你就要离开了。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还暂时待在同一个环境，我说暂时还没有办法离开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可是你们的思想跟思考已经不一样了。你并不是被动的承受攻击，而是你知道你可以主动的选择。你现在还选择待在这边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好，你还在寻找方向，或者说这个地方暂时可以让你拥有一份薪水，所以你暂时留下来，你也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第一个就是你们在思想上自由了，你们不再是受到其他人限制、逼迫、胁迫，你可以去做真心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会慢慢脱离一个让你不舒服的能量状态。我看到你们接下来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表达自己，而且不再会退回来了。就是一旦你飞出去之后，你就不会再被关在笼子里了。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真的是可以按照自己所想要的自由意志而生活。再来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这个繁星点点的一个夜晚哦。好，这一张牌是接受。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在告诉我一个讯息，就是说呢，你们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你们身上充满很多令人敬佩的，我觉得应该是勇气吧。你们一路以来去克服了很多的难关，来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哦。所以我看到接下来你们的能量是，你会去接受各方面的你自己。过去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只接受了部分的你自己，比如说如果外界反应给你很好，或者说在你对的事情在你做好的事情上给你拍拍手鼓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信满满。可是如果今天外界给你有一些负评，或者有一些不是这么好的回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躲起来，觉得自尊心很低落，或者不想要去面对这样子的结果。其实这个是有一部分的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去接纳，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给你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就是你觉得你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好，或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你，就连钱都会有人不喜欢。可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在你的生活、你的日常的时候，你好像又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的能量是，第一个是你会完完全全的去接受你自己，你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各方面的你这个人是怎么被配置的。好，你哪一方面很强，哪一方面不大行，或是说哪一方面就是会常常出包，你完完全全的去接纳你自己，包含你内在一些比较黑暗的念头，或者是说一些欲望，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欲望它是一个驱动力，欲望它是一个驱使的想法。我看到接下来就是你会用爱的能量去
包围你心中的各种的念头。好，接下来宇宙想要给你看见的是，就是你其实就是呈现出你原本最真实的样子就好了，你就去接受你现在最真实的样子。因为如果你越去拒绝你自己，去否认你自己的价值，批评你自己的话，这样子的能量可能会去毁坏，会去击垮你，会去摧毁你。所以呢，当你越去接受你自己，你们越会感觉到充实，你越会感觉到它是有动能，它是有能量的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这一张牌出现，代表说我觉得接下来你会跟你自我达成一个和解，你会完成一个自我接纳，你会去原谅你自己，也会去原谅其他人。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能量的配置是很平衡的，很舒服的，很自在的，因为你接受了你自己。你对于其他人犯的错，或者说伤害你的部分，你们也不会这么的，应该说不会这么受他影响，不会这么的觉得好像很容易就是想起来就生气，或者说想起来就很哀怨怎么样子，因为你知道其他人有弱点，那个就是他原本的样子，他影响了你，但是他影响了你一时，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你永远。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张牌，是这个杨柳的这个灵魂哦。这张牌讲的是一个这个弹性的能量哦。好，你们的能量是这样子的，你们可以刚强，可以柔软，这个是一个能屈能伸的能量，我觉得很棒哦。当你们面对一个很大的不可以去好像一时半刻没有办法去摧毁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不会跟他硬碰硬。我看到你们有智慧，你可能会选择去绕道，或选择不去跟这件事情正面迎战。就像杨柳一样，当风吹来的时候，它可以去弯曲，它可以去弯得很低。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很坚硬的这个橡树哦，当风吹来的时候，暴风来的时候，它很可能会被折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在很困难的环境下存活下来，因为我看到你们本身是有弹性的，你们就像水一样，放到不同的容器，其实都可以生活生存。我觉得这跟前面所说的这个自由的能量也是很像。你们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就是代表你们在不同的环境下都可以生活，在最好的时候可以生活，在不是这么好的时候也是可以生活。就像人生的这种高峰低谷，这种潮起潮落，你们都有办法去面对，你们都有办法去活得很好。看见你们的心理素质其实是非常坚韧、非常强硬的。好。那表现在外的就是你们可以柔软，如果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这个生活的场合中，你们有什么地方不会，我看到你们也可以用一个比较亲和柔软的态度去请求别人的帮忙，或者是说当别人去硬推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叫你做一些额外的工作，然后推事情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用一个很幽默、轻松、婉转的方式把它化解掉。就是我看到你们在人际相处上更加的有智慧，这个有智慧其实可以去免掉很多的麻烦，因为有的时候硬碰硬其实不是最好的方法哦。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对方的错，可是你跟他越讲理，他很可能会去恼羞成怒，或者是说去做一些让你就是可能会去做一些无可挽回的事情。当你面对一个情绪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弹性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或者说你在面对一个人哦，明明是错，但是又错得很顽固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这种弹性的智慧真的可以去帮助到你，它是会为你达成你人生中的最大的利益的。对，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弹性好像是很软弱，它不是一个软弱，它能够保持弹性。你们能够去保持这个弹性，是因为你们内在真的很坚强坚韧。好，接下来你们的能量是什么？你们的生活会超级的充满动能，你们会活得很满，就是每一天起床都是开心的，因为你知道今天有你想要见的人，你知道今天有
你会感觉到热情的事物，你们会有目标。我看到是你们会去学习，好，可能是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在原有的领域上深耕钻研。这一组的朋友有学习的能量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想要再去学校拿一个学位，或者说你想要去充实你哪一方面的一个技能哦。你们不是那种就是你们不是那一种会一直一直把自己虚度光阴的人，你们会需要输入，就是你们在输出的同时也会需要很多的输入，这个输入对你来说是一个充实哦。我看到你们会去学东西，然后学的东西会让你，其实你会每天很开心，很有期待，觉得自己的人生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提升，一步一步的在进步。这个学习可能也跟你想要显化的这个目标跟梦想是有关系的。你们可能在学一个语言，因为你想要去某一个国家移民或是进修等等的，或者你们在学习什么样子的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啊，或是充实哪一方面的知识，这个是对于未来资产增加有帮助的。好，第二张牌哦，Marionette 这个木偶，小木偶，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牌的这个讯息很有趣耶。我看到的是你们好像会有那一种小小的分身在帮你，就是执行你的自由的意志，就是执行你的意志，不是你本人去做，会有也许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自动化的程式，然后可以去帮助你卖东西，或者说执行你的一个想法。你只要把它这个架构建好之后，它是可以重复的，它是可以复制的，或者是说，你讲的话，然后你的文字却影响到一些人，他们去被你的这个思想感染，因此他去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或去实现你的一个理念。我看见你们身上有这样子的能量，这样的能量有点像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感染人心，然后操纵人心，这个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涵，而是对方对你心服口服，因而去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它可能是一种电脑化的自动化程式，比如说有些人你们想要卖东西卖课程，它是一个就是你建好之后，它是可以数量很庞大的来帮你工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这个系统也可以帮你工作，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看到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有属于你们第一个你们自己的团队，你自己的系统，或者说你们自己的小生意等等的。好，那跟这个学习这张牌结合起来哦，我会觉得你们这种学习的速度很快，可能你们掌握了某一个框架、某一个体系、某一个诀窍，这个框架体系跟诀窍，它是可以运用到套在不同的学科上的。好，你们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可以一一的去拆解，所以学习的速度变得很快。好，这张牌哦，你们会去跟知识的扩充有关的。我觉得你们去学习，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们也是别人的老师，你们也是别人的导师哦。不管你现在多大几岁，你们其实都身上都有一些经验是只有你有而别人没有的，就是你走过的路，一定有一些特长特质是别人别人也想要跟你达到，别人也想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可能还在一个初级的阶段，不得其门而入。比如说你过去可能通过什么样子的考试，那别人也想要进来，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准备，怎么样收集资料，或者是说，你们某一方面的技能，也许你很会跳舞，很会唱歌，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去教导别人的。我看见你们用你身上的强项，你去教导别人、领导别人，这个东西哦，第一个是你们会收获你的粉丝、你的朋友，我觉得跟前面那个也有关系耶。你看，我们第一开始抽到龙的能量，为什么大家要尊敬你、尊崇你？因为你去分享你宝贵的知识、经验、人生体系。
或者是说你去做出一个什么东西，大大的影响改变了别人的生命，你什么样子的技能是别人也想要去学习，或是你对于人生的一个态度。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经历很多，光是你的人生就可以去写成一个故事书，写成一个剧本，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们可以去分享的，你越分享就得到越多人的追随跟尊敬哦。好，接下来这张牌哦，你们会获得正义，好，平等正义，然后这张牌也是跟一个逻辑理性有关系的一个东西哦。首先就是程序上你们会获得一个正义。如果过去有一些人他没有按照规定来，或者是说他给你做一些小动作伤害你，这些东西它都要平衡，在法律上的一个平衡，或者是说在某一个组织中的那个组织规定的一个正义会实现，在实际的这个人类社会运作中的体系规范规章的正义会被实现。好，另外一个正义是有关于能量的，有关于因果的。过去有些人他伤害了你，可是他可能不到法律的层级，或者是说他对你做一些事情，那个是很难用言语去描述跟表达，或者是这些东西是无形的、隐形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言语的暴力，或者说一些霸凌，它是很难去举例的。假设他没有肢体上真正的受伤，他是心理上的话，他其实很难去好像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法律把他制裁住。可是在这个能量上，在因果上，这个人他会去得到他应该付的一个代价。我看到其实你们是很轻松的在观看这一切的因果循环。那这个因果它会实现是如果这件事情你们还在意，它就会去运行。如果你有这个心思意念的话，那如果过去你们曾经被伤害，但是对你来说现在已经都是小事了，事过境迁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你已经不在，因为你已经放下了，那这个东西对于你们现阶段而言，它就不是优先需要显化的事情。所以这一组的朋友看见，如果你们心中对于某一个人他曾经给你的背叛，给你的伤害，或者说你现在还在帮对方擦屁股的话，这些东西会获得一个正义。你从对方那边被欺瞒、被欺凌，或者说被拿走多少，他都要去加倍的还给你，连本带利加利息的还给你，存到你的福报存折中。好，你过去给别人做了多少的善事，你其实也会去从宇宙中无形的各方面的去得到，去显化出来，这个就是一个能量上的平衡，因果的一个循环。所以大家要相信哦，你过去做的好事，未来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过去受的伤害，那一个人他也会去尝到他的苦果。如果他还没有去悔改，或者说如果他还没有认知到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是好像太自私而去伤害了别人的话，这样子其实伤害了你的话，这样子其实他最后会体悟到，就是他是可以怎么说呢？他是可以去顾他的利益，但是他不能以伤害你欺骗你为前提。如果他这样子做，存有恶心坏心眼的话，这个正义会到来，会实现，他会知道这样子不行，他过去抢夺的东西都要还回去的。好，接下来这张牌是你们会结婚。好，有些人啊，你们真的是会遇到你们的小甜心，佳偶天成，好，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会遇到我觉得你心中的白雪公主、白马王子真的是非他不可，非他莫属。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同性的一个能量你遇到你心中的另外一半，然后你跟他想要携手共度下半辈子。好，这一组的朋友，关于你们的爱情的讯息，显化一个你们所想要的正向的、充满爱的一个关系来到你们的生命中。
好，这张牌是 schedule， 就是你们的目标现在已经在你们的这么清单上，就你听这支塔罗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可能已经在你的人生的目标上，你希望几岁可以做什么，或者说你希望你可以完成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就是按照时限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你们会很有组织很有计划的去管理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的优先顺序，紧急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先完成。我看见你们其实是很有组织很有条理的在过生活，因此真的是你们想要去执行想要去显化的东西一一到来，一一完成了。这个是这一组的朋友超级有执行力的，非常非常的敬佩你们。好，接下来这张牌是友谊哦，你们很可能呢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团队，自己建立一个团队，或者是说你们会收获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以爱为基础作为连结的朋友，他可能是一个兴趣团体，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分享。然后这一组也有那种救世的能量，就是他很可能是你的一群老朋友重新聚集，重新连结，你在跟他们连结的过程中感到非常有爱，非常的被滋养。那他也有可能是你在工作上遇到一组就是跟你一起往前冲，跟你一起奋斗的伙伴，在这样子的目标，就是在这样子的团队中，它不是互相打击，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成长的一个关系，非常的有爱，而且大家都是向上提升的，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圈层、同一个圈子、同一个思想体系，并且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去感染彼此，然后让彼此的能量都往上提升，帮助彼此去显化出最好版本的你自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 reservation。好，这一张牌这个能量啊，我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爆棚有关于物质的一个显化。好，你们的欲望跟财富绝对会获得满足，而且是实相化、具象化。比如说，你们下定一部车、一个房子、一个非常贵的包包，就是你们会，因为你们之前可能想要买一些东西，它需要去存钱，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昂贵、比较奢华的。那我看到现在，你们有能力了，你们去下定，它很可能是就是一个超级高级的那一种旅游的套装的行程，那种私人定做的行程，然后很高级的酒店，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餐厅。还有就是像这里的车子、房子都有这样子的能量，还有预定什么样子是跟奢华、昂贵，然后跟某一个我觉得算是它是有资格限制的，你才可以进入的地方，它是有门槛的。就是你们可以去拿到这样子的资格去买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买的，它好像是需要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会员俱乐部之类的，你们可以去得到这个好像别人得不到的一个殊荣、荣誉、尊崇跟礼遇。所以这一组的牌，你们一开始就是龙嘛，你们真的有那种被推到这种顶峰，有人帮你们提包包，有人帮你撑伞的那个能量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独角兽牌有什么样子的讯息，独角兽神谕卡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想要跟大家说，跟现在的大家说。第一张牌是请你们放轻松，每一件事情都会好的，而且它会越来越好。不要担心，这一组的朋友放下你们心中的担忧，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好，第二个能量是治愈的能量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个很棒的能力，你可以去帮助，而且可以去治愈别人，所以你们也有那种疗愈师的能量。也许你们前面抽到的这张牌啊，就是关于你们你去分享你的人生课题，你怎么样子走过一个
灵魂暗夜，然后你用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的故事去治愈别人，去治愈一个个还在伤痛中的人。也许你们去分享的就是这样子关于治愈的一个正能量。好，这张牌也是有彩虹所以你们出现了这个两张彩虹的牌你们这一张牌就要告诉大家说你们的这个最后这个很大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但是你们不要一开始就想说我要跳很远，或者说跨很大步，其实它都是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的累积。你们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每一天把你的这个行程日程，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做好之后，有一天你就发现你过去的梦想自然而然来临了，你过去所想要的掌声、社会地位、财富，怎么就自然而然的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去完成。而且刚刚说过，这张牌的能量是你们可能做了 50%， 另外 50%宇宙会用奇迹的方式显化给你，会在你背后作为推手去创造出来。所以当你以为你还在 50% 的时候，其实剩下的这个努力宇宙会用很奇妙的方式去运作，让你的梦想实现。这个彩虹就是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好，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是蜜雅，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蜜雅，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正在显化什么样子的奇迹好消息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呢？好，首先我们的第一张牌是 Peace Angel， 这一张牌是一张充满爱的牌你们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内在很和平呢？当你深深的爱自己，并且深深的接受自己是谁的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到很和平。那我看到你们在显化的第一个就是你爱自己的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它会让你觉得其实你会很有自信的接收别人给你的称赞，别人给你的一个赞美对于你来说你就是那个最美好的、最漂亮的，然后也是最性感的、最迷人的。你们对自己的态度非常有自信，你的内在非常的安定，而且我看到的是，当你这样子的爱自己，这样子的去看待自己的时候，其实呢，你会发现周遭外面的人对待你的态度，它其实是取决于你怎么样对待自己。当你开始对自己好，当你开始非常的爱自己，你自己跟自己很和谐在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他人对你的反应也跟着不同了。在你身边围绕着你的那些人，他们看待你的样子，眼睛也开始发光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把很多负面的思考批评自己的想法都把它用爱去治愈，用爱去消融。你们开始成为自己最棒的一个啦啦队，你开始去鼓励自己，你们斩断了一个痛苦跟受苦的一个循环，你全然的去接受自己，爱自己，找到内心的平静。当你们这样子一转变之后，其实你身上就有一个很安定的力量，它不张扬，但是它就是非常的吸引人。你们的魅力指数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不管是在哪一种人际关系，在感情，在工作，或者是在这种一般的社交圈中你们都会是成为那个很吸引人目光的那个焦点。即使你们没有刻意的去张扬什么，即使你们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别人就是自然而然的被你们的魅力所靠近。也许你是低调的，也许你没有多说什么话，可是其实你们内在非常的稳定。这个稳定的气场跟力量，其实别人会想要来靠近你跟询问你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这个魅力指数其实很急剧的增加，因为你内在心态的这个转换，因为你开始将焦点放在美丽的事情上，你看见自己身上有多美好，你去看见自己有一颗美丽的心，然后自己的心是被爱充满的。
当这样子的转变发生之后，非常多的人，你们正在吸引更好的桃花来到你的生命中，而且你们在这样子就是很多的桃花当中，我看见你们是有选择的，你们会选择那一个跟你身心灵能量更加符合，可以去提升你自己，跟你一起成长的那个桃花。他也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很可能是在灵性上有修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自我修炼，也是一个会去注重自己外貌，还有这种饮食健康、饮食洁净的一个人。我看见你们会跟这个人可能往爱的道路去发展，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你们会遇到很多桃花，最终呢，你们可以选择到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桃花。你们身上真的有很多美丽的能量，让人家不由自主的就想要去靠近你，不由自主的就想要去跟你搭讪等等的。好，第二张牌是 Creation。好，这一张牌我觉得延续着前面那一张牌，其实你们内在有很多的光跟爱。这个光跟爱会让你们有一个表达的欲望。好，你内心真的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想法，很好的一个思想，很好的一个价值观，它需要被表达出来，它需要去说出来。我看到你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其实你们的显化力很强，你的行动力也很强，你们的这个行动力可以真的去创造出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是在这个艺术上，你去创造某一个作品，或者是说你去用你的汗水去创造一个苗条更加结实的身材，或者是说你用你的思想去写一篇文章去感染人，或者有一些朋友你把你的这个创造的天赋发挥在你的一些外在的这个打扮上，你们变得更加的精致，更加的美好了。我看到你们就是充满勇气，充满力量的前进，想要把你脑袋中各种伟大的、神奇的、奇妙的点子幻化成实体的一个物件，或者是幻化成一个可以表达出来的概念，然后去把它建构出来。那你们同时是创造的人，也是这个宇宙中就是你们也是被造物主所创造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人，所以你们同时拥有的能量就是你们可以去创造，而你也是这个宇宙中美好的一个创造，所以你本身的状态我觉得你有点像是在回应宇宙给你的爱，宇宙给你这个丰富的生命，你会用很多的爱的这种滋养去滋润你的心，而且你们的创造的灵感跟来源，它是来自于灵魂的，所以它是源源不绝的，它是有关于你的人生，有关于如何传递爱、传达爱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但有很好的思想、很好的点子，也有很强的执行力、很强的行动力去表达。那有的时候这个创造它其实是跟好像你们孩提时代的某一种天真无邪、最纯真的想法有关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你很可能会被身边的小孩子、宠物或是大自然而感动，而去抒发、去表达，去把一些原本在脑海中模糊的观念、概念，去把它组织具象化，可能成为一个行动或是一个活动等等的去影响别人。你们所有的这个创造它都会在最完美的时刻去诞生。所以呢，你们要有耐心，它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你们创造的绝对是一个带有爱、以爱为基础、充满连结的一个故事，一个成品。其实创造就是你们创造力就是你们天性的一部分你们会用很多种形式去表达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所存在、所感知的一切。其实你们的特色在于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观点常常都是跟
别人不一样的。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物，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你更加的去照顾自己，你的皮肤，你吃得更健康、更营养，或者是说你调整你的作息，你给自己穿得更温暖一些，或是说你不要再去熬夜伤害身体，或者是说去伤害你的眼睛，长时间使用手机，在黑暗的地方使用手机等等，你们会避开这样子的行动。好，如果你们现在身体上有一些实质上不舒服的地方，我看见你也会用光跟爱去疗愈你自己，去坚持你自己，去度过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比较漫长的康复的这个旅程或是疗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呢是我们的真相哦。好，你们接下来在显化的是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啊，告诉我们说，你们会打破一个惯性的思考模式，然后你们会用一个比较积极的观点去看待你的人生。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子的真相呢？就是好，你要怎么样去达成你的梦想，你的路径是什么，还有你要怎么样子去显化你想要的东西，那个实质上应该怎么做。过去啊，你们的生命中那一些失望的、难过的、沮丧的情绪，它真的已经过去了。我看见现在你们是很积极的往你的目标迈进，你们并不是一个被囚禁在笼里的一个囚鸟，你们是具有创造力的，你们是有很大的一个热情的，你会相信你内在的热情、内在的力量，而且你相信你内在其实是有一个很高层次的疗愈的天赋，你们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创造，而且你会去打破一些对你而言是没有帮助的惯性的思考，你会去把恐惧释放出来。而且这一组的朋友很棒的是，你们发现的这个真相，它是通往光跟爱的一个道路，它会让你去显化你想要的爱，跟显化你的富足。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不同的真相，你需要去明白这个阶段究竟什么样子的故事，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人他说的话才是真的。比如说关于富足、富裕这件事情，你问10个人，他可能会告诉你10个不同的答案，他是怎么赚到钱的。有些人是可能他有光是投资这件事好了，每一个人在投资中取得财富的方法可能都技术面用的那个技巧可能不一样。好，究竟哪一个版本是适合你的呢？这个真相是关于如何让你变得越来越美丽，如何让你的能量越来越稳定，如何让你自己能够过上理想的生活。你们会去打开，你们会去知道，它并不是一个很模糊、很不明确的路。相反的，关于你之前所盼望的、所期待的事情，它是确实可以让你美梦成真的，它是确实可以去实现的。这个是宇宙要去告诉你的一个真相。而且你们在这个真相中是有选择的，你们会在这个当中去学习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们可能学到我过去这样子看待某一个人的方式是不对的，或是说我过去努力的方向也许需要调整。好，所以这个你看它这边展开了一个很大的黄色的花朵，在中间有一颗很漂亮的这个蓝色的像是眼睛一样的宝石，它就在看着读牌的你们，它有非常多的讯息想要传达给你。同时我觉得它带来的这个真相很可能跟某一个很大的奇迹有关，这个奇迹会让你觉得你是自由的，你是被爱的，你是被保护的，然后你们是充满知识的，关于你要如何去过最好版本的你自己，那个中间要走什么样子的路，它是需要什么样子的智慧，这个真相，宇宙的真相会引导你去走那一条最正确的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Eagle， 好，这张牌画的是路径，你在走的时候，这一组的朋友有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你们就是往前走。
往前走，其实你就会看到你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广。有的时候你停留在第一步的位置，你去想，跟你实际踏上这个旅途中看到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所以你们要去行动起来。当你走了第一步之后，第二步、第三步，你就会知道怎么走了。可是如果你一直是在脑海中想要从第一步规划到第100步，可能你就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所以你先不要想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你过去可能呢会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很焦虑，因为你会觉得我缺少了很多东西，中间落掉了很多的步骤，或者是说我需要资源是没有人来帮我的。那我看见这张牌，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已经转够了足够的你要前进的资源哦。宇宙会把最好的人，最好的需要帮助的支持引进流入到你的生命中，为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提供一个很好的框架、解决的方法或者是策略。所以当这张牌出现之后啊，宇宙真的是要告诉你们不用太过担心，不用太过焦虑，你只要把自己的能量调频成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你的这个自我啊，你其实是可以去信任你自己的。你们对于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要加以肯定，而且宇宙它也是肯定你，宇宙也是去鼓励你去走一条你真心所想要走的路。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发现，过去有一些生活是你只能梦想，就是你心中想要去过，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过。而我觉得在新的这个显化的能量是，你真的看到身边有一些例子，这些人他在过着你梦想中的一个生活，也许是提早退休，也许是经营一个很棒的家庭，也许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作，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生活中你觉得是你的一个典范，或是你想要成为的一个样子。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你跟他们没有不一样，你只要把自己调频好，那个东西你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个东西你是可以去得到的。首先就是要把焦虑从你的内在移除哦。好，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钟哦，它把牌面分割成4个象限，我们出现了4个月亮，4个星空哦，充满星星的一个夜晚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哦，它会有一个很像是抽屉一样，比如说这一格是给谁的，这一格是给我的工作，这一个呢是给我的爱人，这一个是给我自己，或这一个是给我的家人。你们会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在各方面都运行得很好。宇宙给你的奇迹并不是只有单一个方面的，在这个4个象限中，不论这4个框框你们想要填上什么，这个都是你们可以去达到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去想一想哦，如果有4个关于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或是人，那会是什么？宇宙要让这4个东西在，或者说4个人，4个项目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生命中都运作得很好。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是单身，一直想要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过节啊，想要有人寂寞的时候听你说话，去陪你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写在其中一个格子上，这个东西是会被满足的，这个东西是宇宙想要去给你显化出来的。好，除了这个之外，你们好像还有3个愿望可以去许嘛，就像是你跟阿拉丁神灯，你去摩擦它，你的愿望就会实现，而且不止一个。今天宇宙要给你是4个很棒的一个愿望，你们真的可以去想你究竟想要什么，而且这4个感觉上都是一个可以达成，而且不会去顾此失彼的一个状态。好，感谢哦。生命中有什么事情是
你觉得可以感谢的呢？好，这一组的朋友为什么会有感谢这张牌？因为我看到是你们得到了满满的收获，这个收获包含了心灵上的富足跟物质上的富足，所以你们想要去做一些感谢表达，说，谢谢宇宙对我这么好。好，也许你会去感谢身边的一些人，你去写或是发讯息给对方，然后传贴图给对方，告诉他多么的谢谢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忙我解救我。好，或者是说你会去请他们吃顿饭，去表达他们对你的陪伴，他们对你的一个帮助。我看到这组朋友，你们有好多散播爱的能量哦，也许你们也会把自己的收入去捐款捐献，去帮助一些人，或者是说你把一些你已经用不到的东西，但是还是可以用的，还是蛮新的，像是衣服啊物品分送出去。或者有些朋友啊，你会去教别人什么东西，就会去当义工，去传递你的知识，去回馈到这个社会。当你付出的越多，其实你们得到的回馈也越多。一开始是因为你觉得宇宙给你很丰厚的回报，很丰厚的爱，以及很丰厚的财富，你们想要去给一些出去，你们想要去散播，你想要去表达你对这个世界的感谢。可是当你付出的越多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完完全全都没有少。你把钱流出去帮助别人，它又流回来，而且是加倍的流回来到你身上，所以你们会越给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能量，越感谢得到越多，你们不会有好像觉得自己是稀缺的心态，我这个好东西给出去我就没有了，我帮助别人之后我自己就没有时间照顾自己，或者说我的自己的家人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照顾他们关怀他们。事实上不会的，你给出去越多，你得到的更多。而且我看见的是你们会借由这3张牌，这个能量是你们会借由这样子的付出，你得到了很多的自尊。这个自尊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一个你从内在真正的去肯定自己。很多朋友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低自尊的人时常会被别人欺骗，被别人利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需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当别人愿意听他说话，愿意去赞同他的观点，去接纳他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一昧的去相信这个人。好，假设有一个人他在医疗决定上，他很可能不见得会去相信最专业的医生，他很可能会去听信一些跟他也许是有类似经验的人，或者是说他的亲朋好友或是邻居，因为他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他能够被接纳。但是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不是得到这个虚假的自尊，而是你们的背后真的是很自信。因为你很自信，你知道自己是谁，你不需要在做人生的选择上去选择那个可以让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选项，你不需要为了维护自尊去做一些很愚蠢的决定，就是即使自己说错了还要坚持自己是对的。我看到你们可以真正的把有价值的意见，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去吸收起来。其实这个跟你之前的观点不一样，你们还是可以去接纳，去吸收。这个代表说你们真正的有自信了。好，你们真正的有自信了，因此你可以对自己去做出最有利于你未来的一个决定。你们不但会去因为外在给你的评价反馈而去变动，你们本身的自我根基是很稳固的，你们不再会去自我内耗，去想要掌控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像扎根在地上的这个很大的树一样，很大的土壤一样哦。因为你的内在，其实你们一开始就抽到这个内在很和平的一张牌，你们内在越稳定，越可以吸收到对的人来到你们的生命中，越可以去显化出好的事情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当然在走这一条旅途的时候，当然也会有
恐惧，也会有不安，因为这一条路是漫长的，有的时候会跌倒，有的时候会变得比较颠簸，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浓雾看不清楚方向。可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棒，因为你永远都相信光明跟黑暗都存在，度过那个黑暗，接下来来临的就是希望跟光。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 Approve， 很大的一张满月的牌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提出来的想法被接纳了，被认可了，被鼓掌欢迎了。这一组牌，你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创造性的见解、想法，或是很好的一个完成哦。过去你很可能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你父母反对你，或者是说你得不到周遭人的支持，你想要跟某一个人往长久的路发展，或者说你想要开创一个新的事业，你想要转换跑道，你不得其门而入，或者是说没有空缺可以让你去进入的话，接下来这个能量会有转变。你过去担心的事情、焦虑的事情会解决。过去有些人反对你，或者有些人阻挡你，这些东西、这些反对的声音会融化，转变成是支持、祝福跟鼓励的能量。那有些朋友看见你们在工作当中哦，真的是得到了称赞、奖杯、奖赏，有一个很大的跳跃性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甚至为你带来很大一笔的一个奖金，或者是为你日后的生涯奠定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或者是声誉，这个名声。好，这一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哦，如果是对内的，在家庭中哦，我看见，好，你们的这个。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有在照顾家人的话，你会去很好的有一个组织照顾别人，其实是一个很累的事情。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它有很多的规划，然后它也需要金钱作为后盾。而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可以把这件事经营得很好，你们的能量正在慢慢的增强。过去你可能只能做到强度5的事情，现在因为你的能量增强之后，其实你可以负担到10。而且你不会觉得累，这个是我接下来看到你们的能量。如果你们是在照顾长辈、照顾小孩的话，好，过去也许你真的是觉得做一些事情，就是现有的工作焦头烂额，但接下来是你们不仅可以很轻松的处理好，而且你们还有余裕可以去完成你们本来想要完成的梦想。那在感情上，这个是一张通行无阻、很顺畅的牌，就是看你要不要让桃花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这一组的朋友一开始就说，你们其实是有资格去选择优质的桃花，你们不缺桃花，桃花会被你吸引过来。那你真的是这个桃花要来排队，然后让你去选择，让你去，他们要去通过这个窄门来进到你的心中哦，所以你们不用去就是你觉得你要去花枝招展，或是你要去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吸引别人，不是的，是别人要过来，要去请求你为他们开一条路，看可不可以就是跟你一起好进入到这个暗恋的恋爱的关系。他想要跟你搭一座桥，他想要跟你建立一个缘分，可是要先获得你的一个同意哦。所以这组的朋友，我会看见也许在这个新的一年的这个新的能量到来之时，你们会下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会让两个人都是开心的，它是关于有跟另外一个人的连接，也许是某一项合作，或者是说某一个暗恋的关系，或者是说某一个家庭的关系等等的。你们下了一个决定之后，我觉得它好像打开了什么的疏通的管道按钮，或者说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让两个人都得到他就是彼此都双方都是开心的、满意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好，你们不会再面临，就是你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办。你会找到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去前进，然后你也可以去为你下的这个决定，你去背书，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定，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人哦。无论你们选择的人是谁，选择的方向是什么，你都知道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它会有坚实的一个基础。好，
下一张牌是这个 adventure， 这个是南方的方位。好，有一些朋友很可能你们会去展开一场冒险。这个冒险呢，是关于什么呢？好，这个是一个外星人太空人的能量。我会觉得这个冒险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开展。它不单单只是说我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居住，或是说我去学一样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冒险是你去过一个你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你来说是有一点刺激的，是很期待的，或者是说你可能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跟这个人一起发展一段关系，它对你来说是有一点点新鲜，有一点点冒险，因为你想要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这个是你内心的鼓声在呼唤你，你要走这一条路。好，这条路可能是你埋藏在心中很久很久了，因为过去基于种种的因素，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而现在你去选择了，它很可能是你们生涯上一个很剧烈的转变跟转换。有些人是身份上的转变跟转换，你可能本来是单身很久，然后也很习惯了。对你来说，也许要不要结婚不那么重要，你一直就是还蛮享受这个单身赚钱的状态。可是也许你这个冒险对你来说，就是你从一个单身的状态，好，你决定要跟一个人进入婚姻，这个也许对某些朋友来说是没有想过的事情。好，对你们来说，这个冒险是什么呢？还有这边有提示到一个方位是南方哦，这个很可能是对你们而言，它是一个幸运的方向，幸运的一个方位。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其实在前进的一个过程中啊，它真的是让你的魅力指数慢慢的提升，包含你们现在要展开的这个冒险，它连接到的是一个积极、开心跟期待的能量，没有那种担忧、恐惧跟很多负担的能量。你们不仅在能力上提升，你们在魅力上也更加的提升，因此你有能力跟有资格去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牌是 Gateway， 有一个很魔法、很神奇的大门要为你展开。这张牌独角兽，它进入了这个门啊，这个通道，这个开启的这个地方啊，它其实是一个新旧世界的转换。它从一个实际的空间进入到一个魔法的能量的心灵的层次、心灵的层面。好，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找工作的话，你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 offer， 很好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有点像是打开了你很多的机会，也许你不见得会在你找到的这个新的工作待很久，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某一个跳板，某一个里程碑。好，你进入之后，好，你接下来可以去跳得更高，跳得更远。好，这个东西啊，这个门打开之后，它绝对是比你之前所预先设想的，或是说所拿到的还要更好。以工作来说，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工作气氛是你喜欢的，以及那个薪水绝对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满意。好，如果你们的这个大门啊，通往的这个大门转换的是一个感情的能量，它就有一个你结束了单身，你结束了一个人的生活，你进入到两个人爱恋奇妙的这个神奇的世界，你愿意让自己沉醉，你愿意让自己不设防在这一份爱中，因为你要谈一份感情，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些冒险的。好，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现在身边跟别人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纠纷，特别是法律上的纠纷、钱财上的纠纷，或者是说你为了要脱离某一个人、某一个环境而要去跟对方有一些法庭上的攻防的话，这个大门的这一张牌这个能量它也会一路的保护你，一路的跟随你。好，它会保护你一切平安，一切顺利。
那我们接下来我再看一下这个能量天使的神谕卡，看一下你们抽到了什么能量。好，我们第一张牌是第5脉轮大天使加百列这一张牌哦。好，以上就是有关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能量哦。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第3组的朋友，你们正在显化什么样子的好消息，什么样子的人事物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哦。好，首先呢，你们的底牌是这个改变变化哦。那这张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天空中，在云中有一个热气球，那它下面连接的是一匹很开心正在前进的马哦。那这个我们往天空上看我可以看到非常多漂亮的云朵，这些云朵它都在不断的变化着，不断的在变形着，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这个云它可以从薄雾变成雨，也可以变成冰，变成雪，所以它总是有不同的这个形状，不同的变化。那这张牌其实是想要告诉你们说，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是想要在人生中去改变方向，这是可以的。有些朋友你可能想要去做一个小小的冒险，或是在工作上你想要去接一些新的一个挑战，之前没有接过的这种工作形态或形式这张牌告诉你说其实是可以的，你们可以多多去尝试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人生的旅途中改变主意是可以的，改变方向也是可以的，你们没有必要就是从头到尾都要保持一致，你们这个时候应该要稍微将别人的需求跟别人的期望放置在一边，而是去倾听你内心你内心的这个鼓声，你最想要往哪里前进呢？你们不用去遵从传统，而是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传统。你们可以去自由的表达自己，让你的灵魂飞翔，而且稍微大胆一点。不用去太过设想说，这件事情的后果怎么样？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很可能常常习惯去想一些细节规划，做好一些最坏的打算，在你们开始之前会想很多。有的时候呢，因为这样子就会让你们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去体验那个当下的美好。因为你的眼睛一直在往前看，所以有的时候当下其实是有一些很值得品尝的美好，有可能就这样子的错过了。还有这张牌我看得出来是，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有创意的一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改变、突破、大胆的行为。再接下来，我觉得你们显化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完成的这件事情，它很可能不是以传统的形式达成的，还有可能过去别人走在这一条路上，他们会有一定的传统或是一定的规则去完成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到你们不见得会继续遵从前人的方式相反的，我觉得你会创造出一条你自己开创出来的路，然后跟别人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你也会赋予这一条路一个新的意义，在这条路中充满你的力量，而且你们是带着一点野性的、开心的、放松的心情往前走，而且很享受当下的那个情境。我觉得你们终于可以稍微不去把很多事情都想得很细节，开始行动起来，这个是你们的整个能量好，接下来这一张牌这张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2张牌结合在一起，真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在显化就是一个改变，可能跟你过去做的事情有一点不一样，或是说在感情上你们想要有一个突破，在生活中你会想要有一个突破，而你们确实也会以你自己的方式去迎来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们要保持初心，宇宙告诉你说你是丰盛的，你们拥有足够的资源。有些朋友也许此时此刻你仍然会用一些比较严格的方式去评判自己，去看待自己，有的时候你们在前进的时候会带着一点怀疑，一点不信任，或者是说对于你目前达到的这个成果成就，你有一点点不确定。其实你们会出现这张牌代表说
你们的前面，就是在这个改变之前，你们已经累积了一定的丰硕的一个成果。我相信你们在各方面应该都小有成绩，有一定的成绩了。只是也许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好像停下来了，停滞下来，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突破，或者是你就是自我怀疑说，我不清楚我往前走可不可以拥有我想要的美好。那这两张牌结合起来，就是告诉你们，其实一切的答案就在你自己身上。你们要放掉那些自我怀疑、自我不信任的那个心态，然后去问你自己，问你自己，此时此刻当下你最想要做什么？好，这个新的开始就会在你面前完全的展开，而且我看到你们绝对是丰盛的，你们绝对是可以达到一个很棒的高度跟很棒的一个成果的。好，这张牌也是告诉大家请你们继续的往前走。然后这张牌的意象是非常多漂亮的这个草地草原。那这个草啊，它其实是地球上很丰富的这个植物的家族哦。那在人类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各种草本的植物，像是叶麦、大麦、小麦等等。我们也会用茅草来做屋顶嘛。所以其实草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帮助人类社会前进繁荣的一个动力。那你收到这张牌，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宇宙正在看照你哪一方面呢？再告诉我们说，你往前走哦，好，你打开了这个新的开始，你往前走看到的那个风景是什么？它是关于丰饶的、富裕的、健康的、满足的，都在你前方哦，都在你前方不断的生长，就像草一样。绵延不绝的生长下去，绵延不绝的扩展下去。只要你们继续前进的话，其实你就会看见你的生活会越来越丰盛，你所有的需求都会得到照顾，得到满足，你心中的渴望会得到满足。而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走的这一条路是阳光照耀的路，是正确的路，你们的生活正在一个很美好的方式去显化你的最佳利益。下一张牌是愉悦、开心、愉悦。它这张牌是一个比较晚上哦，天色有一点暗了，出现一些星星、月亮，还有一只小鹿在这边。这张牌的这个主要意象也是丰盛的一个草地，甜美的一个草地哦，所以你们跟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连接的一组。这组朋友可以多多的去大自然，尤其是可以躺在这个新鲜的草地上，也许你们可以去露营、野餐，或者是去健行，什么都很好。好，那如果你们是在家里的话，也可以去种一些植物盆栽，摆放一些盆栽在你工作的地方，或是你居住的地方，或是一些多肉植物也是可以的。好，那愉悦这一张牌啊，好，这张牌也是有漂亮的草地，在这个草地啊，在这个草地上，我看见宇宙为你们指引一条路，这条路它是一个避风港。好，这张牌的牌面上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宁静、非常放松的。你们其实是可以坐在这个草地，稍微休息一下，恢复精神，然后也可以享受生活，去做一些很轻松愉快的事情。你们可能走着走着啊，很累了，所以宇宙要提供你一个休憩的一个场所。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新的能量来临之后，新的一年你们会充满动力的前进，而且这个前进我觉得会是稍微做出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跟改变，你会打开一个新的一扇门，这个新的一扇门哦，因为你前进了，因为你往前走了，它会触发了不一样的世界，就是你在过去的那个世界中，你可能没有看到的选项、开关跟机会，你到新的世界中通通看到了，所以你们到达了新的一个高度，就像这个草的能量无限的伸展开来。此外呢，宇宙还提供给你一个讯息是，它会让你可以有时间去品味你的生活，品味你生活中的每一部分。你们可以去放慢脚步，去用热情去
去欣赏你周遭的这个世界。比如说，你可以去吃好吃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可以沉浸在大自然中，去闻一闻花香，去感受生活中的这种质感、色彩的一个流动。然后你可以去停下来闻闻看别人送你的玫瑰花的花香。这是一张充满感官享乐的牌，休闲的牌。所以除了前进，除了有很多生产力，除了可以达到你们想要的成就之外，我觉得宇宙也有去兼顾到你们的这个休闲娱乐的这个部分哦。它也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们真的是要专注当下，活在当下，停下来去看一看身边的美好，身边的别人给你带来的爱，或者说别人送给你的一个礼物，或是各种关于感官的享受的，也许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或者是说你去吃一顿很好吃的东西，你得到了一个很精致的礼物等等的。我觉得这些牌面上的讯息都有，你们会身心灵得到一个彻底的放松，而且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品味、有质感的方式哦。也有可能是有人会招待你们去，一场很棒的旅行，很棒的旅游。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卡。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Direction， 这个你们要去哪里呢？这张牌画的是凯尔特女神雷亚娜女神哦。好，她是一个马的女神，她本身代表着行动跟改变。这张牌出现的话呢，基本上代表着第三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心啊是非常坚定不移的，而且当你们在前行的时候，如果遇到危机，如果遇到低落的时候，其实这个雷亚娜女神她会给你很多疗愈的力量。我看见你一旦决定了方向之后啊，你就会有勇气去走你想要走的一个道路。最终呢，你们会被爱包围，不论你一路上遇到多少的障碍，只要你去记得你当初想走的那个方向，你们继续走，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们就已经完成，你们就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哦。你们可以去看到你们人生中的真相，你们可以去丢掉过去的一个包袱哦。你们有些人真的是携带了很沉重的一个来自于家族，或是来自于过去，来自于情绪上的一个包袱，你把它放在心里很久了，被你携带的很久了。现在这一张牌雷亚娜女神想要告诉你说，在你往前走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轻轻放下那一些阻碍你的事情，微笑着充满爱、充满力量的往前走，它将与你同行，它会让你们的脚步走得更加的坚定。这张牌有很深的一个宽恕跟疗愈的力量。如果你们曾经在生命中、在生活中有被伤害了，或者是说有一些无疾而终的这种情感发生在你心中的话，其实，雷亚娜女神想要告诉你，完完全全的把它放下，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曾经就是被他的求爱者，因为他的求爱者策划了一场这个闹剧，把他的小孩子藏起来，造成她当时的这个丈夫啊是一个王子，不信任她，以至于他们后来离婚了。那这个故事啊，他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找回他的孩子，但他最后愿意去原谅那个就是曾经对他追求不成、想要伤害他的这个人，他最后用宽恕宽待了这个人。一旦宽恕了这个人，其实心中的仇恨、怨恨也就放下了。如果你们心中有未完成的、未疗愈的一个议题哦，这张牌呢，其实真的是会来帮助你们疗愈，帮助你们放下，因为那些情绪真的不能再困扰着你。你们接下来的日子是要微笑的，是要开心的，是要拥抱这么多美好、这么多愉悦的。所以呢，有些东西真的是要让它治愈，要让宇宙的能量去让你们感觉好过一点，舒服一点。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Letting Go Intention Intuition。好，
好，我们看到蓝色的牌面，这张牌是释放哦。这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释放，它是海水的母亲，海水的一个女神哦。我觉得出现这张牌代表说，在这个新的能量的转换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哦，你们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剧烈，可能这个剧烈是，在很开心跟很不开心中这样子来回反复，或者是说你们有一段时间会对自己很有自信，然后有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身体状况比较不好，就会很低落，会有一小段时间是这样。可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如果经历这样子的时期哦，它是好的，因为它是一个正常能量的一个释放。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些风暴，需要一些混乱，才能够清除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呢，当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莫名的难过，或者是莫名的低落，莫名的对这个世界、对很多的议题感到怀疑，或者是说，你觉得对于生命啊，对于人生公不公平这件事情，你会有很多的感触，很多的想法。其实不要害怕去深入你情感最深入的那个核心哦，因为这个水的女神在这里啊，她会去拥抱你的悲伤、痛苦、沮丧、嫉妒跟愤怒，还有恐惧的情绪哦。无论你的情绪是什么，她都会知道。她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她会如实看着你，反映你，看着你的情绪。这些情绪是如何影响你的思维跟行为哦？它是如何去影响你跟其他人的一个互动？这些情绪是可以帮助你幸福吗？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水的女神，她会慢慢的协助你去释放它，带走它。当负面情绪淹没你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将它放手，将这些负面情绪留给这个水的女神，她会用她充满爱的这个拥抱去拥抱你，就像妈妈拥抱小孩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会经历一个，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转变期。在这个转变期的这个过程中，也许你会迷茫，也许你会痛苦，但是它最后呢，都是为了要让你释放那一些无助于你生活、无助于你幸福的这个情绪，因为最终啊。好，这些大自然的力量其实都是希望你可以活得更幸福、更平安。所以恐惧、嫉妒或是一些会去啃食你心灵的情绪，那些东西它会被消融，它会被释放。好，接下来这两张牌是这个意图跟直觉哦。好，这两张牌我觉得很有趣。就像，你们就很像是一艘船的船长。这个意图啊，它提供了一个引导你们旅途的这个好像是地图跟指南针。你的这个意图，它告诉你如何在大海中航行，帮助你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而你们的这个直觉，它则确定了目的地。这个直觉，它是一个本能的感觉，一个直觉是你内在的智慧。这个智慧知道说，你可以拥有更好的一个前进的方式。你准备好了吗？你应该怎么走？这个直觉会帮助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大海中其实会迷失，有的时候呢，这个地图也许不牢靠，或者说它已经过时了，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去看你的内在的声音，聆听你内在的声音，直觉跟洞察力，它会帮助你。它会帮助你在你困惑的时候找到最好的一个方向哦。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要相信你内在的直觉跟智慧。我看到的是在新的能量的转换的过程中，你们将面临很多的机会跟很多的选择。这些机会、这些选择，它有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好，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也许它是关于两朵桃花，你在都还不是很认识他们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这两个人好像都不错，不知道要怎么选。好，事实上呢，宇宙告诉你说，其实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参考一些可能是过往别人是怎么告诉你的这些建议。此外，就是你要去倾听你内在的一个声音，除了去核对一些
你原先在清单上，你原先在择偶清单上或梦想清单上就写下的一些事情之外呢，你要再去倾听你此时此刻当下的那个直觉哦。有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去以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而这个东西它其实会，我觉得帮助你去突破很多的障碍跟困难。你们整体的能量，我觉得会是一个不断突破、往上提升的、往上升华的一个能量。你们真的会去被，我觉得你们会被带到一个更新、更高、更好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刚刚说过触发。你们触发了这个情境的转变、改变跟发生，因为因缘具足。也许你过去你在旧的能量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有这样子丰厚的机会，或者说有这样子的赚钱方式，真的有这么好的职位，是不是很累，但是薪水又很多，或者说你不需要工作那么久，你就可以拿到足够的钱生活，类似各种不同的机会、生活方式，或是很好的情感经验会流动到你们的生命中。为什么？这个是你们吸引来的，这个是你们触发来的。好，这张牌是热情哦，热情之火正在燃烧，所以我觉得新的能量开启这个转动之后啊，你们会很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发起一些事情，策划一些事情，或者说参与一些事情。你们很可能会去组织某一个活动，某一个团体，或是对你们的人生中啊，你会想要去实现一些以前埋藏在心里很久的那个一个愿望。我觉得你们开始，你的能量会往外散发出去，你们的能量会去感染到周围的其他人，周围其他人会看到你们的欢欣，就是这种欢愉的能量、欣喜的能量。同时啊，你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你们带有一种很敏锐、敏捷的思考。这边呢有出现的动物有像是狐狸，狐狸它是一个移动很快速、很流畅、很灵活的一个动物。它也有一个警觉心，它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处理的事情。然后这边呢还出现这个火蜥蜴的能量哦，火蜥蜴它是一个会去燃烧生命的热情，带来转变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能量。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你们的火焰热情真的是这样直接涌过来。因为过去啊，很可能你们因为生活的压力，因为金钱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因为未来的一些选择，你其实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它就是很像是这个火的灰烬一样堆在那边堆了很久了。但是这张牌出现，我看到你们真的是重燃心中的渴望，也许它是来自于外在的一个机会，让你牵起心中的这个热情。本来啊，你可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有人给你伸出橄榄枝，你就发现哦，原来我是有路可以走的。或者是说，当你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你却看到了不一样的可以突破的方式，不是只有现在你不见得要去走传统的路，对，它在这里一直有这样子的能量跟讯息，你们不见得要去走别人走过的路。事实上，这个时代变动非常快，有一条路是属于你们的新的路，而且你走这条路会非常的有热情，它会你会感觉到很光明、很温暖。无论你走到哪里啊，你都会去照亮你身边的世界。有人给你了一把这种温暖的火焰，接下来你就会成为这个火焰本身哦。一开始你是在寻求外在给你光芒跟温暖，而接下来我看到是你们就是这个温暖的本身。只要你出现的地方，无论你走到哪里，周遭的世界都会因为你而更加的明亮。雨水不会去浇熄你身上的火焰，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去压制你的热情的火焰。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能量是很强的，很容易在团体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如果你们要参加什么样子的活动，它是很多人一起选拔的，或者说很多人在一起竞争的，或者很多人一起合作的，我觉得你们都是那个最显眼、最明亮，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的
那个很棒的、很有热情的能量。第一个就是你们的特色，你们的与众不同，跟你们的内在的热情，让人没有办法去不选择你，没有办法去不向你靠近，没有办法去不接受你的提议。所以不论你说什么，其实我觉得，说服别人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甚至你都不觉得你在说服，只要你开口，别人就会愿意去倾听哦。你也相信你说的话，别人也相信你说的话，因为你内在的热情就让你这么样确信你在做对的事情，确信你走在对的一个方向。好，接下来呢，我们这张牌又是一个跟大自然连接的牌耶，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受到大自然的呼唤跟呼召哦。大自然的女神在告诉你们说，也许如果你们生活在都市的话，可以走到乡间去，走到田野去，然后宇宙会透过大自然跟你交谈，透过这个大地的震动透过这个前面说的这个绿色植物，透过这个芬芳的花香，它去传递一些给予你的疗愈跟保护的一个讯息哦。好，有的时候呢，你们在大自然中去倾听这个风的声音，风轻轻的吹过叶子发出的这个沙沙的声音，或者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在草地上活动的一些动植物，闭上眼睛好好的去感受。在大自然中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跟宇宙最真实做一个最真实的连接，它会去给予你一些讯息，这些讯息可以去滋养你。在大自然中你们可以连接到一种很舒服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会去擦掉、释放你内心的紧张、不安跟恐惧。而且这里还有个讯息是，如果你就是多多接触大自然之后你们可以去注意你的梦，留意你的梦哦，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女神很可能会去在你的梦境中跟你去说一些话，给你一些指引哦。她要好好的来疗愈你，这个也是能够去磨练你们直觉、磨练你们内在智慧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我们这边有 Two of Wands， 还有隐士牌跟圣杯的骑士，还有 Queen of Pentacles。好，我们第一张牌权杖二，权杖二它对应的就是牡羊座，火星在牡羊座，所以它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火象精神的展现。你看跟它下面这张牌热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对应诶，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接下来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接受一些有一点带有挑战的事情，或者是说带有一点新鲜感的一个爱情，然后在接收这些工作活动或者是说体验的时候你们本身是非常坦率、非常有活力的。如果你目前身边有喜欢的人的话，我觉得你们内心已经准备好好的去努力，好好的去经营你这一段感情了。那这种火象的能量它代表着乐观、信心跟希望，所以你们整个人感觉就是非常吸引人的，跟你接触的人都会被你这种温暖给吸引，被你这种温暖所照耀。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会去打破一个困境，打破一个过去可能有些朋友是作茧自缚的一个状况，你们觉得会打破这样子把自己束缚起来的状况，你们会往前去探索，往前去体验，往前去前进，去达成你短期跟长期的目标。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带着开心，然后承担一些风险往前进的，这个前景是令人兴奋、令人开心的。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也许是一个斜杠事业，不一样的事业，或者是有些朋友你离开舒适圈去进入一段新的感情，因为也许单身是你们的舒适圈，习惯了一个人，你们很可能会去进入一段新的感情。这边有2朵玫瑰跟新的人做连接，跟新的人做结合，以及你去理解对方的家庭家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这个是宇宙给你们很好的一个讯息。
我看见你们会将目前的现况，各种现况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啊，你考虑要往更高承诺的方向发展，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去想要去追求一个更好的学业，更好的这个学历，这个学历是也许对于未来升迁、未来求职更加的有帮助。那如果你们有再去关于学业的这个讯息的话，这边有个讯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有在考虑要去一些学校啊就读的话，可以多多留意奖学金的消息。这个奖学金是关于这种我觉得算是少数吧，就是你身上有什么特色，比如说也许你们是这个在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或者是说也许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然后你们可以去留意专门提供给这种符合你这个身份的，也许你是家境比较清寒，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的能力、特殊的身份，这个身份你过去可能认为这个是劣势，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它是可以用一个转换的观点来看，有一些奖学金或者有一些准备好的东西、好消息，就是为了这样子你们的就是为了要去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要去给予你的。好，如果你们身上是有一些我觉得算是比较少数的这个特征，也许你年纪比较大，但是你又要重新想要去进修，好，你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专门符合你社会人士这样子的一个奖学金给你们。好，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那另外啊，如果有些朋友你们要创业的话，因为这张牌也有一个梦想正在前行哦，你们可以继续走。继续走的话，它会有一个强大的动力，而且在财务上，它会慢慢的稳定起来。你所处的那个环境会让你感受到舒适、稳定，而且你们会可以去看到一个长期的财务的发展跟财务的规划。你会不用担心说你做出的决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一个财务的后果。好，这张牌呢，你们可以多多去想一想，关于你的这个金钱呢，是否有更好的可以将它翻倍或是流动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这边有隐士牌、圣杯骑士跟这个金币皇后哦。这一组的朋友啊，这有个讯息要告诉大家是，我觉得你们会有感情，你们生命中会有桃花。那如果已经在一段关系中的人啊，你跟你的伴侣很可能会有一段很这个就是很有品质、很有质感的谈心的时光。也许你的伴侣很久没有跟你说爱你了，或者说很久没有表达对你的感谢了。那我觉得接下来你可能会收到来自于他的礼物，来自于他的关心，或是来自于他为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很感动。那另外就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比较容易因为感情而影响到你的工作，或者有些朋友是你一进入到感情如果感情上它有一些变动，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的话，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选择一个好的人、适合的人，对于你人生的运势它是有帮助的，就是有时候在感情中宁缺毋滥还是有它的道理在。那另外就是有些朋友我看到是你因为感情会选择到一个对的对象，其实也会为你带来生活上的丰收你们可能有相同的一个价值观，相同的一个理想，因此两个人共同的去完成这样子的理想，存钱的速度更快，然后也可以可能买一间房之后又再买一间房。我看见如果你选到对的对象，其实会对你的财务造成很正向的一个加成的能量。好，那前面这张牌是隐士牌，这个能量感觉是有一点躲起来的感觉。这个在诉说的是，我觉得是你们的心中过去很可能因为得不到认可，或者是说和某人关系有一个裂痕，就是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亲，可能有一点点疏离，但是虽然就是还没有到说决裂或者完全闹翻，但是就不像以前那么热络了。有些朋友你可能在心中会有一些想法，是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是令你担心的，或是说
你上司或者是说你的上级，你因为得不到他的认可，心里其实有一些难过，因而想要躲起来。这里有个躲起来的能量哦。那这里还有一个讯息是，我看见有些朋友，你们心中会对于人事物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相处之后，你觉得他是朋友，你觉得他可以。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可以跟你作为朋友的话呢，其实你们就可以去包容他的一些小错误，或者说有一些地方虽然你看不是，就是有些地方他的价值观虽然跟你不是那么一样，可是你大体上还是因为喜欢这个人，可以去跟他相处。那相反的，如果这个人的整体能量对你来说不是很对盘的话，你很可能只要他说出来的话，任何意见、任何想法，你都不想要听，甚至也不想要待在他的身边。看到他的讯息，你就直接划掉，或者说直接在他说话的时候，你就把耳朵关起来。我看到这边有这样子的能量。好，这一组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跟情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要的方式再做就好了。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操之在己，选择在你身上。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会从这样子的能量中慢慢的走出来。走出来之后，你会连接到属于你们的一个社群，属于你们的伙伴，你们可以得到一个类似像心灵互助跟心灵滋养的一个地方哦。也许你得到的这个伙伴，他跟你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们是同一个圈圈的人，你们有什么样子的身份，你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样子感情上的失落，你在这边真的是得到疗愈，然后也去听别人的经验之后，你开始明白说，为什么对方会这样？他是不是也在遭受到他生命中某一个困难的关卡跟课题，以及他当下的状况？我觉得你们好像不再会去钻牛角尖，不再会去觉得自己受伤了，你们会更加的因为从类似经验或者说类似朋友，就是有类似经验的人的这一种心灵互助团体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启发跟更多的一个想法。好，如果过去有些人他承诺你一些事情一个伴侣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工作上的伙伴，但是最后他没有实现他的诺言，他没有去给你那样子的一个回报，他没有去完成他所说的话，食言而肥，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些情绪或那些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最后它会有一个转换跟转变。因为我们最后是这个金币皇后，金币皇后它不单单代表这个金钱上的富足，也代表了我觉得你们心灵上是平静的，心灵上是满足的，你们愿意去，我觉得愿意去走出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跟关卡。你们有一些东西开始藏在心里，然后你找到了类似经验、类似处境的人，你们的情感开始流动了，你开始相信就像这个马上面有一只小猫咪一样，也许你找到了可以去诉说话的一个朋友，你的情绪不再是躲起来，不再是冰封的，你们的情绪开始流动，而且你们的财富也开始流动了。我觉得时间其实真的可以去疗愈一切，它可以去帮助你疗伤。很多以前累积在你心里留下一些没有办法抹灭伤痕的东西，随着时间过去，随着年纪增长，我觉得你们回头去看，会对当时的人事时地物有不同的诠释。也因为你回头去看，其实你内在更有力量，然后也更有热情，更有自信，你会对当时那个处境产生不同的想法，你也有力量长出你心中的一个勇气，去保护当时那个弱小没有办法发生的自己，你可以去和你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是这一组朋友得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讯息。因为这个金币皇后它不单单是金钱的丰盛，它也代表的是心灵上的一个强韧跟健康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雷诺曼，这边有书跟这个矛好，这个船锚船锚代表心很定。好，这两张牌给我的感觉是，如果这组的朋友你们
过去啊，你们就是属于那种想的比较少，就是输入的比较少的朋友，你们可以多多去看书，多多的去读书。如果你们是属于那种想的比较多的人，就是常常脑袋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太冰雪聪明，想太多的话，有时候可以让你的心稍微沉静下来。怎么样让它沉静下来呢？你可以去写。把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化成文字，把它写下来、打下来、说下来、创作出来等等，其实是对你有帮助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是 Focus， 还有 Will。好。接下来你们呢，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好运，你们的幸福富足都会跟着你来哦。我看到第一个就是你们在头脑上非常非常的聪明，你们会专注在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然后你会把你的精力放在关键的地方。你看你们的头脑这个额头这边呢是被蝴蝶吻过的，你们真的是头脑有一个很清晰这样的思维的一个转变，你们做很多决定你都会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你不会迷失自己，或者说你不会被自己困住，你可以找到一个对自己有益，也是对别人有益的一个解决之道，或者说你可以去表达心中的情感，也不会让别人不舒服的一个讲话的方式。这一组的朋友看到，如果你们过去的能量如果是比较低迷的话，接下来真的会有一个大翻转，很可能你会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和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改变之前的那个相处模式，因为改变了相处模式，改变说话的模式之后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好，更相知相惜，更加的幽默，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愉悦，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会发生你们能够更专注在生活中美好的部分，你会感觉到你是被宇宙支持的，你是会被宇宙提升的。你在精神层面上，你能够被另外一个人理解，你会感受到身心的安定富足。好，有一个全面性的疗愈正在发生。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拿回属于你们自己的意志。你们能够去断开一些不适合你的一切人事物，因此让出更多的空间，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有人可以提供给你一些照顾。你们绝对可以看到新的机会有关于金钱的一个好消息，有关于财务自由，有关于时间自由，有关于解放自己意志的一个好消息。好，这个好消息跟一个新的转变，跟新的道路有关很可能你们在想法，或者说在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跟体悟，你发现了一些事情，你决定了一些事情，因此你想要转变，你想要转变到更适合你的一个岗位，更适合你的一个方向，你愿意重新的出发。好，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会让你更加的，就像这张牌一样，整张牌是闪闪发光的能量。你追寻你的意志在走，你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你勇敢的面对自己，相信自己，然后也勇敢的去跟自己和解，去疗愈自己的伤口。我们拿这一组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有能力去做一个翻转。我看到的是你们有一些行事作风真的是已经改变了。如果你过去是属于那一种在人际关系上不容易拒绝，特别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以请求你、恳求你的姿态，或是一个弱小的姿态来请求你的帮助，如果你不容易拒绝，因此常常会被一些就是这种假的，就是他其实没有这么困难，但是他就是装作很困难，在工作上或说在金钱上需要你帮助，你不忍心拒绝这些请求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很聪明去分辨说谁是真的需要，谁是假的，谁只是想利用你的同情心。你们不大会去在好像陷入一些无谓的情绪的一些挣扎，你能够更拿回自己的力量。好，如果你们有些朋友一直在考试，或者说你一直在因为这个，就是你可能要通过某一个考试才可以达到一个职位，或者说你要产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才可以
毕业才可以通过之类的。如果你们就是要得到一个实际的这个成果产出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有能量大爆发。你一直以来这个可能在漂流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可以成功的上岸，成功的获得某一个资格。过去令你伤心难过的一切，你们都将慢慢的走出来。有一些朋友，你过去情绪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很像是一个被能量躲起来，就是不动的一个状态。也许你生活中也没有很难过、很低潮的事情，可是你就是一直快乐不起来，一直觉得自己不自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真心的笑，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内心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样子的事情的话，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得到有建设性的建议来自一个贵人建设性的建议。这个建设性的建议让你不再被有心人利用，这个建设性的建议不再会让你自己内在有很多的内耗。你们的思维我觉得会变成一个更加成长型的思维，你更加冷静跟客观的问自己说，事情真的是你想的那样吗？真的是就有我想的那么糟吗？还是有什么出路可以走？别人是怎么走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真的是更加的有自信，因为你们有自信，在你思考人生的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选择一个真正对你有利的一个方向跟方式，而不会去因为要维护自己的自尊而去做一些迎合大众，或者是说要去做一些就是可能是错的决定。因为有些人就是一错再错，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想要维护他的面子，放不下，所以就坚持一个错的东西，到最后会更糟。这组我朋友看到你们不会，因为你们本身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你也有自信去承认你过去可能真的信错了人，或者是说做错决定，但是没有关系，谁不会犯错？你们有自信去面对错误，承认错误，改变方向，这个是很棒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上帝，都可以先知道未来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很棒，就是你们可以去接受真正对你有益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即使这个选择听起来有一些，或即使这个建议听起来有一些刺耳，或者说即使这个良药苦口，会让你暂时的不舒服，暂时的不适应，但是最终你会选择一个对你长期有利，或者说对你长期生活有帮助，能够去提升你的工作的这个环境，或者你会选择一个长期对你有益的一个伴侣。我看见你会做出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好，接下来请你们去接受宇宙要给你什么。宇宙要给你很多的爱，很多的力量，这个真的是来自于上天的一只手，要来帮助你，他要来给你很多的丰盈，很多的机会，他要让你去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你们会有贵人，这个贵人不止一个，他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你们会有无形的贵人跟有形的贵人，包含一些好的运气，好的能量，好的磁场，都会在你身边发生。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多去接触一些人，当你去接触一些人之后，它其实就会引发不一样的一个对话。也许就是在这样子的对话中，你得到了解脱，你得到了解放，或者是说在某一次的会面中，在某一次遇见中，你们可能就遇到你的这个灵魂的伴侣。这个也有这样子的讯息，在不经意的这个接触互动见面的时候，你得到了很足够影响你未来人生，或者说足够去建立你未来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工具、轨道，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样子的机会之门为你们打开，以各式各样的形式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好运啦。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真的非常的棒，你们会触发一个以前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世界，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接收这一组的一个好运哦。那以上就是属于你们全部的讯息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们哦。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